今年年初，特斯拉股价下跌12%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保持平稳。而方舟投资木头姐为什么持续买入呢？另外，贝莱德副主席表示，服务业通胀仍然顽固，这将限制各国央行的降息空间，特别是美联储。最后，我们观察到亿万富翁投资者比尔·阿克曼预计，美联储将不得不在2024年尽早降息，这似乎证实了市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，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，帮助你掌握趋势，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。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2024年特斯拉股票表现十分糟糕，虽然这并非史无前例的，但是情况已经足够让投资者注意，问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投资者抛售特斯拉股票并非都是企业本身问题，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略低于 3.94% 水平小幅上涨至略高于该数字，这是一个微小的变化，但是反映出比预期热度更高的消费通胀，动摇了一些投资者对美联储降息的信心。较低利率有助于股票估值，也可以降低汽车贷款成本，帮助车企销售更多汽车。税收也是特斯拉被抛售的原因之一。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增长1倍，有些投资者会避免新年之前出售股票，以推迟纳税，这与12月出售股票获得减税的效果相反。不过，在特斯拉股票遭到抛售的同时，方舟投资 CEO 却一直在买入。方舟投资旗下 ETF 于1月11日购买了94733股特斯拉股票，并于1月12日购入93654股。至于抛售何时结束，投资者可以关注股票图表。分析师表示，特斯拉突破了200日移动均线，为下一步股价走势以及$208支撑位带来风险。技术分析师通过观察股票图表和模式，了解投资者的情绪、股票的短期和中期走势。当关键水平被突破时，可能标志着投资者思维的改变。当前情况下，投资者看起来更担心电动汽车的定价、竞争和利率方向。贝莱德副主席表示，一旦通胀比预期更具粘性，投资者对美国降息的压注可能就会被证明是过度的。这位瑞士央行前行长表示，消费者价格增长的迅速放缓，让金融市场对通胀前景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。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商品通胀将继续迅速放缓，目前已经出现负增长，这基本上会有利于总体通胀大幅降温。然而，我认为市场现在已经消化了过度的降息幅度。与美联储议息日期挂钩的掉期交易显示，货币市场压住美联储将有6次25个基点的降息，今年有超过 50% 的可能进行第7次降息，预计首次降息将在5月份到来。警告说，投资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他表示，我有点担心，市场定价的几乎是完美的软着陆，并压住通胀将不再是问题。然而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将意识到要使通胀稳定在美联储所期望的 2% 目标水平上并不那么容易，因此对利率前景的乐观情绪可能过头了，尤其是在美国。但他特别警告说，服务业的价格上涨仍然普遍，工资也在迅速增长。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，这将限制政策制定者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的援助程度。他说，经济将会走软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我认为各国央行，特别是美联储会发现，他们不会有像目前市场定价那样大的降息空间。这位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的 CEO 上周五表示，目前随着通胀明显降温，货币的实际成本现在非常高，所以我认为他们必须早点行动。美联储当然可能降息3次以上。在去年12月的政策会议之后，美联储官员表示，他们可能会在今年实施3次降息，每次降息25个基点，随后在未来几年还会进行多次降息，将短期利率降至中性水平。然而，市场已经消化了一个更为激进的降息预期。根据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，联邦基金期货市场的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降息6次，第一次降息发生在3月份的可能性为 83%。他补充说，美联储官员也可能会决定稍微放松一下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对于市场的超前预期，
美联储官员也是齐齐对此表示反对。FOMC 票委亚特兰大主席博斯蒂克表示，如果政策制定者过早降息，通胀可能会像跷跷板一样上下波动。他警告称，未来几个月，通胀向美联储2%目标的下降速度可能会放缓。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，现在考虑在3月会议上降息为时尚早。他强调，新的通胀数据表明，决策者还有更多工作要做。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也重申，他仍在寻找更多证据证明通胀正在朝着目标发展。他指出 ，CPI 报告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。我所寻求的是对通胀回归目标的坚定信念。巴尔金在里士满的一次活动后告诉记者，关于3月份的降息问题，巴尔金表示他不想预先判断决定。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也同意这一观点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现在决定3月份的事情还为时过早。尽管对美联储降息时机上略有分歧，但阿克曼和芬克都表示，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应该有利于美股。阿克曼说，我认为只要利率降得足够快，以避免出现严重衰退，对股市就有好处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。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？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，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